你们当真要赶尽杀绝？许家带你们不跑！许世清，你不是看不起我们，把我们当童养夫吗？现在许氏集团垮了，看你还怎么嚣张！寄人篱下的日子我们过够了，胆敢伤害小小，你就该去死！我叫许时清，金圈许氏唯一的继承人。自小，我爸带了3个孤儿带回许家，作为我的童养夫，用最顶级的资源培养他们，让他们成为我掌握许氏的贤内助。可没想到，他们居然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渣，暗地里早就掏空了许氏。这一刻我才清醒，原来他们早就露出了獠牙。许世清，建恒，他怎么会？建恒！2024年9月25日，我重生了。我不是死了吗？2024年9月25日，我重生了。一群白眼狼！爸爸把你们从孤儿院接回来，倾尽所有的资源培养你们，你们竟然为了一个庸人之女，联手毁掉许氏，还谋杀我！上天让我回来，一定是让我回来复仇的。许世清，你怎么这么恶毒？小小性格单纯，你就仗着自己的身份欺负他，现在连他母亲留下的唯一念想你都要抢。我说许大小姐，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无法无天了。小小视若珍宝的东西，你也配碰？东西在哪儿？赶紧交出来！各位少爷，求求你们不要再骂大小姐了，是我自愿送给大小姐的，大小姐还回赠了我1对耳环，我一点都不委屈。小小，快起来！小小，别跪他。就算你是许家大小姐，你也没资格抢别人的心头肉。你别逼我们动手！一唱一和的，挺能演啊。说够了吗？是这个吗？3个吃许家饭长大的童养夫，一个在许家蹭吃蹭喝的庸人之女，谁给你们的胆子来我房间撒野的？想要回去吗？不要，大小姐喜欢就好了。小小，你别怕他，有我在。听见了吗？他说不要。许世清，你干什么？谁允许你这么跟我说话？许世清，你敢打我？许世清，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既然知道我是许家大小姐，就该明白该明白的规矩。怎么，是觉得许氏对你们太好了，想被赶出许家，滚回你们自己的地方吗？许世清，
你该不会是跟我们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吧？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我的注意。谁不知道我们3个是许大小姐最爱的童养父？下周就要在我们3个当中选一个人订婚，现在把我们赶走，谁会信啊？谁说我必须要和你们订婚？你不和我们订婚，许世清，你以为你自己是谁？除了我们，还有谁敢要你这样娇困蛮纵的大小姐？哎，别跟他废话了，估计又在耍什么大小姐脾气。我们走。前世是我瞎了眼，相信你们这些白眼狼，费心讨好，还被你们欺辱。这一世没有我的帮衬，我倒想看看你们还能在金圈蹦跶多久，能活成什么样。许世清，庆恒，庆家唯一继承人，金圈人人敬畏的太子爷。他不是4年前出车祸，双腿残疾了吗？为什么会冲出来救我？难道他的腿是装的？那他跟着我跳下去，现在怎么样？他死了吗？爸，我决定好订婚对象选谁了。哦，是谁啊？之前你不是还犹豫不决吗？晋恒。晋恒？为什么是他啊？你不是说会在季之年他们3中选择一个吗？他们不配。他们3个吃我的用我的，不仅对我恶言相向，还出轨白小小。什么？爸，你不知道吧？他们拿着我的卡，在酒店里开了7天7夜的房，3男1女，鬼知道他们都做了什么。简直混账！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我马上让人停掉他们所有的副卡，收回一切许家给予他们的资源，别墅、跑车、公司股份，一样都别想留下。敢背叛我的女儿，真当我许家是好惹的？没错，他们背靠许氏，享受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早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现在也是时候让他们尝尝从云端跌落的滋味。裴愁，你当真是无耻至极！世清，我不是故意偷你设计稿去参赛的，求你原谅我吧。我就是想让你穿的婚纱冠我的名。前世是我懦弱，又被你们的花言巧语哄骗。这一世，我绝不会再容忍你半分。我会一个个的将你们从神坛拉下深渊，让你们滚回自己的世界。哎呦，真是不害臊！一个外人在许家地盘上作妖，当自己是大小姐呢。哎呦，真是。恶心！以前怎么没发现他们这么灵言作恶？够了！薛世清，你在发什么疯？裴哥哥，我好怕。清理垃圾啊！怎么了？你说谁是垃圾？很明显，看不出来吗？裴哥哥，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喊你去拍照，你也不会跟我一起被大小姐说是。小小别怕，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你这个贱人，你敢骂我们是垃圾，信不信我弄死你？
传递去。这个婚纱，小小，垃圾配狗，天长地久。我前世也是瞎了眼，竟然把你们这群白眼狼当成心头肉，今后待着。大小姐，我知道您不喜欢我，您可以打我骂我，但是你为什么要毁了裴哥哥给我设计的婚纱呢？他给你设计的婚纱，你好大的脸呀！当初不知道是谁在书房偷我设计稿，被我发现后下跪求饶，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给我设计婚纱，给我惊喜的。裴哥哥，大小姐说的都是真的吗？徐世清，你别血口喷人了。设计稿上的署名是我的，那就是我的。裴哥哥，我相信你，你是靠这个设计获得全国大赛1等奖的。再说了，大小姐，您什么都有了，也不缺这几件设计稿。您从小锦衣玉食，是不懂我们这种寄人篱下的痛苦的。裴哥哥好不容易有了今日的成就，你又何必计较这些呢？我什么都有，那是我父母挣来的。妈不行，快路不平。要不是许家收留你，你们以为自己凭什么住大别墅，吃好喝好？怎么，这就伤到你们自尊了？从今天开始，我会让你们感受感受，什么才叫真正的寄人篱下。你想做什么？我已经把你在书房偷我设计稿的监控发出去了，我倒要看看被设计圈出名的裴大少爷以后还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跳墙。你敢？发都发了，我有什么不敢？裴崇，别忘了，你只是我许家养的一条狗。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弄死？好啊，我拭目以待。前世我已经经历过一次死亡，这一世我倒要看看谁先死无葬身之地。现在才只是刚刚开始，裴仇、季江、季之年，你们我一个也不会放过。喂，爸。喂，乖女儿啊，你和靳家联姻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靳老爷子让你到靳家一叙。好，我这就准备。建豪，前世你不顾性命来救我，这一世便让我主动走向你。可是我家静恒的腿毕竟不方便，石青，你当真不嫌弃，愿意嫁给他？爷爷放心，我愿意嫁给静恒。静恒哥哥人这么好，能嫁给他是我的福气。等我嫁过来，一定好好照顾他，陪他做康复训练，绝对不会让他受到任何委屈的。整整10年，你终于想起我了吗？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就走了？小哥哥别伤心，我爸爸说了，人死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如果你是害怕以后没人陪你，那我以后当你媳妇好不好？一辈子陪着你，还给你好多好多糖吃。臭小子，暗恋10亲10女，现在好不容易来了机会，还不主动点，非要爷爷给你搭梯子。石青啊，和我们这些老头在一起肯定闷得慌，不如让恒儿啊带你到处去转转。我们家花园景致还不错。好啊，谢谢爷爷。明明前世飞身下天台的时候双腿健步如飞，他这残疾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靳先生，
不介意我推着你在院子里走走吧？不介意，有劳许小姐了。许小姐选我做订婚对象，不会是觉得我这轮椅比你的3位青梅竹马更衬你吧？青梅竹马，他们也配。不过是我爸爸收养的3个孤儿，真以为从许家长大就能娶我，继承许家家产？我觉得啊，结婚还是得找靳先生这样的人。靳许两家都是京中顶级豪门，层层联合，才能再成辉煌。只是这样吗？当然也要加些私心，比如说喜欢看靳先生耳根发红的样子。许小姐，可知自己在说什么？我说的有错吗？靳先生人中龙凤，长相俊美，身材又好，更是靳家唯一继承人，哪个女孩不想嫁给你啊？我只是个瘸子。是吗？是白兰花的香气，和小时候一模一样。3年前的车祸，我这双腿已经废了。许小姐，我虽然双腿残废了，也是个男人。没人告诉你，不要在男人身上乱动。你看这年轻人，感情好得很呐。这个愣小子守了这么多年，终于开窍。世清，别胡闹，赶快下来！都是误会，我只是……总不能告诉他们我怀疑静恒不是瘸子，特意试探他吧？那也显得我太无理取闹了。只是伯父别误会了，刚刚是轮椅打滑，世清为了扶我才不慎坐下来的。是啊，爸，我是怕靳先生摔倒受伤，才情急之下。哼，你怕他受伤啊？你怕他受伤，还坐在他受伤的腿上？你真当我是老糊涂了？金老，实在是抱歉啊，小女惯坏了，不懂事，冲撞了金恒。道什么歉？以后都是一家人。石青啊，想做就做，把静恒的腿当椅子坐都行。我家静恒啊，乐意的很呐，是吧，小子？倒也不至于。既然俩人都情投意合了，还不早点把婚期给定下来？好，那就定在7日之后。我查过黄历，那一天正是宜嫁娶的好日子呀。好啊。静恒，前世你为了我舍身跳楼，你一定是喜欢我的，对吧？今日跟静恒的婚事已定，直接将那几个混蛋赶出许家便是。为什么要留着他们在家里跳脚呢？直接赶他们走，多无趣啊！我想要的是将他们这些年积累的资源一切斩断，等他们只能依靠许家的时候，再将人赶尽杀绝。爸，送我去趟霓虹酒吧，我要唱一出好戏。玩可以，但是千万不要伤了自己。爸，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好。来，哥几个喝一个。季少，听说许氏大小姐要从你们3人当中选未婚夫，不会是你吧？你们说什么呢？
许时清那种下贱货，不知道被多少人玩过了，还在这儿跟我装纯情，想勾引老子。哎，等一下，我给你们看照片。我操，这还真看看细节，看看细节。季江，前世你败坏我的名声，让我受尽屈辱。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污蔑我的机会。3个人里面，就你是个废物，整日无所事事，吃喝嫖赌，没了这些朋友，比什么也不是。你看，那不是许家大小姐许世清吗？听说啊，她特喜欢季少，天天跟着季少屁股后面跑，跟个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掉。可不是嘛！我上周还听季少身边的人说，许时清为了勾引季少，大半夜还往季少公寓送汤，结果被季少给轰出去了，还真够倒贴的。等着吧，季江，今晚我就让你为这些谣言付出代价。啊！你们说，就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贱人，脾气还骄纵，他有什么能力接管许氏啊？还想让我接盘，老子他妈跟他睡觉，隔夜饭都得吐出来，是吗？你怎么来了？知道我脾气骄纵，还敢造我的黄谣？怎么，今天早上那一巴掌也给你扇爽了？你们也都是豪门子嗣，难道分不清在许家谁才是主人？跟着这个一事无成的废物交朋友，到最后被拖累，遭殃的可是你们。来，师清，我们刚刚只是开玩笑的，别生气了。来，我们喝酒喝酒。许世清，你算个屁！季哥已经顺利入主许氏集团了，以后你们许氏都要姓季了，你有什么资格在我这里跳脚？季之年，给他一个职务，在许氏混吃混喝，真以为自己了不得，还想掌控许氏，他做梦！你这个寄生虫，你们3兄弟之间，裴崇学历高，季之年会经商，只有你是个不学无术的废物。许世清，你敢打我，我弄死你！快去，快去！季少，季少，你他妈疯了！这个是许家大小姐，你只要把她整死了，我们全都得遭殃！快松手！你不想活，我们还想活呢！快松手啊，季少！松手！季江，你敢动我？你算什么东西？来了许家，你就是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孤儿，还敢在我面前嚣张？你们也都是金圈长大，该懂的规矩你学得清楚。跟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在背后议论我，真当我许时清是软柿子，任你们拿捏啊！许大小姐，你别生气了，我们真知道错了，我们以后肯定跟她划清界限。划不划清界限是你们的事，但我提醒你，从今以后，谁再敢跟季江在背后议论，你们家族跟许氏的所有合作全部叫停。季江，今天这一下，
算我给你的教训。我会让你把从许家拿来的每一分钱，每一样东西，都嫁给吐出来。这许大小姐脾气可真够火爆，看来以后我们可真不敢议论她。这个贱人，迟早有一天我要弄死她！去查一下，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少爷，你让我查的季江，不仅在外面造许小姐的谣，还借着许家的名头，在外面借了高利贷。我们顺着季江的资产流向查，还查出了季之年的猫腻。想一次性转走许家的10亿资产，胃口还真是大。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将你们一网打尽。你先出去吧。芳儿，订婚礼就在眼前，你这瘸子要装到什么时候？你真打算让石青嫁过来，天天推着这轮椅转悠？爷爷，不急，那些躲在暗处的恶鬼还没露出尾巴来呢。10年前，我父母车祸双亡；3年前，我的刹车失灵，这不可能是巧合。那些人藏得太深，我现在这副残废模样，不过是递出去的油啊。那订婚宴上，我会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站在石青身边，让他们亲眼看见靳家的继承人靳恒是真的废了。他们见你这样，保准认为靳家会气数已尽，那些壳里藏着的乌龟脑袋，自然会探出来。探出脑袋，那就一个个的把他们拧断，断他们的路，扒他们的根，让他们跪着求你。等处理完这些阿杂东西，我再去跟石青讲。现在，我不想让这些脏东西碍了他的眼。自己把握好分寸，尽早跟石青坦白，别让他和你产生误会，有你后悔的。放心吧，爷爷，他可是我放在心尖上觊觎了10年的人。之年，你都不知道今天许世清他有多过分。我跟小小在花园拍照，他直接拿高压水枪喷我们，还说我们是垃圾。是啊，季哥哥，你看我的婚纱都磨破了。他何止对你们过分啊！我今天在酒吧跟朋友喝酒，他一上来就砸我头，抄我裆，还发狠说要让我把从许家拿的东西都吐出来。现在整个圈子的人都在看我笑话，哥，你一定要帮我们做主啊！急什么？等下周10亿资金转到了盛源，许家没了流动资金，到时候许时清再横，也得看我们脸色。忍几天，别跟他硬碰硬。可他都骑到我们头上了。季哥哥，我知道你想忍，但是大小姐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以前虽然骄纵，但还是不会这么对我们呀。是不是发现了我们的计划？季哥哥，我好怕。不可能，他没这个脑子。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教训他。许时清，你是大小姐又如何？你的3个同样夫还不是我的掌中玩物？你等着，我迟早会利用他们掌控整个许氏，届时我就是京城最尊贵的公主。
石青，开门，我有话对你讲。堂堂许家大小姐做这样仗势欺人的事情，不觉得很丢脸吗？赶紧出来道歉！季大少爷又来说教了，莫不是也想被教训，清醒头脑？石青，你以前虽然骄纵，但从不会这样咄咄逼人。小小呢，她只是一个想安稳待在许家的姑娘。裴少跟季江，他们也没招惹你，你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你享受着许家的高管职位，却帮着他们对付。季之年，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许石青，你是许家的大小姐，传出去别人只会说你仗势欺人，丢的那可是许家的脸。丢许家的脸？我倒是觉得，养着你们这3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才是丢许家的脸。许石青，别给脸不要脸！来人，把门口那条乱吠的狗给我拖出去，记得扔远一点，别脏了许家的地。你们干什么？放手！谁给你们胆子可赶我走？对不住了，季少爷，大小姐的命令不得违抗。许石青，你给我等着！等我掌控许家，第一个就让你滚出京城！放开我！季哥哥，把手放开！对不起了，邱少爷，大小姐有吩咐，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得去2楼打扰，如有违抗，一律拖走。走。妈的，疯女人一个！季哥哥，你有没有事？有没有受伤？大小姐就算再瞧不起你，也不能这么对你啊！还是小小姐姐，我没事。她那种骄纵大小姐，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怎么会？大小姐可是天之娇女。很快就不是了。季哥哥，我这心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不安。大小姐转变的也太快了，你说我们要不要提前动手，以防万一？季哥哥，我没有别的意思，一切都听你的安排，我只是……你说的对，早晚都得干，不如提前动手，用最快的速度掌控许氏。届时，大小姐，我呸！只要季之年掌控许氏，他们3个还不把许氏给我双手奉上？喂，把下周的董事会提前到明天开，所有董事必须到。缺席的，以后就别想在许氏捞好处。季总，10亿资金太急了，董事们要是问甚远的研发进度，你少废话。你把假的研发报告准备好，数据再美化一下，明天我会在大会上亲自把控。好吧，我这就去办。可许小姐那边，许时清，她现在连公司的门都很少见，等她反应过来，10亿资金早就进了咱们的账户了。才在许家干了几天，就想转移许家的资产，真当我偌大的许氏是吃素的？季之年，你做梦！喂，爸，明天季之年要召开临时会议。想强行转走10亿到什么生物科技公司，明天我先去看看情况。这小子就是找死！事情啊，要不爸现在就联系几个老董事，让他们帮你撑场子。不用，爸，您先按兵不动。我是许家继承人，手握许家股权，按章程也有否决权。明天我先去会会他，
真要是镇不住了，再请您出面也不迟。行吧，那就听你的。但是你记着啊，别硬撑，有事情就给爸打电话，爸马上过去。知道了，爸，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季之年，明天我就让你看看，我许氏的江山，不是你这种白眼狼能够觊觎的。各位董事，这10亿研发资金可是关系到许氏转型能不能成功。现在大家举手表决，同意给盛元转账的，请举手。那好，本次决议，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份合同，我不同意。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走？行，那就请许大小姐说说，你为什么不同意？你以为你的一句话就可以做出公司的决定权了吗？你可别忘了，公司决策看的可是董事们的表决，而不是你耍大小姐的脾气。怎么，心虚了？公司合作的事，我只是谨慎而已。你居然扯到我耍脾气的事上，这是故意转移话题。我不是耍脾气，只是按规矩办事。10亿不是小数目，盛远集团的研发进度还有团队资质，还没有做全面的尽调。请问各位董事，贸然投资给一个不清楚底细的公司，出了问题，谁来担责？许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平常很少来公司，哪能知道研发有多难？季总花了3个月才谈下了盛远，你连研发周期都搞不清楚，就来否定董事会的决议？就是，咱们做生意得看长远，总不能跟小姑娘似的，怕这怕那的。我看啊，徐小姐，你还是专心筹备你订婚宴吧。公司这块有季总和咱们在，错不了的。没想到，父亲说的几位老董事，早就已经被季之年收买了，真是好大一盘棋。难怪季之年之前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许小姐，听到了吧？别在这里不懂装懂了。现在，要么自己离开，要么我就请保安把你请出去。季之年，别忘了这里姓许，不姓季。那又如何？许小姐，你还是出去吧。这么久不来公司，一来就插手这么重要的会议，这里啊可不是你们小女孩的游乐场。就是，你还是走吧，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别耽误我们了。看样子许大小姐是不打算走了。保安，把许小姐请出去。看来还是得麻烦爸出面了。你还给我！小姐，会议室是重要场合，你当众打电话，我会怀疑你会泄露公司机密。想找帮手，没门。季总，来得正好，把许小姐请出去。你敢？对不住了，许小姐。季之年，你放开我！怎么会这样？短短几年，季之年竟然掌控公司的如此彻底，都怪我之前被他蒙蔽，一心想嫁给他，将公司各大权力都放任给他。住手！许氏集团听取外人命令赶走许家千金，真是一出好戏啊！晋恒，这里是许氏的董事会，你一个外人闯进来算什么事儿？
赶紧出去。就是，这是我们许氏的内部会议，轮不到你一个进家的瘸子来这指手画脚。王董，你上个月收了50万，为你儿子还了赌债。李董，挪用公司公款给情人买房，是季之年帮你打下了审计报告。还有其他人，不需要我一一说了吧？我收回我刚才的话，10亿的转账，容后再议。对，许小姐说的对，项目立项没做好，不能急着投。对，我也不同意。我也不同意。这么大的数字，你们这些见风使舵的东西，收了我的好处，现在说抖个就抖个。季之年用空壳公司骗走许氏的研发资金，还联合董事打压事情，你真以为自己做的天有？怪不得季之年急着转账，原来还藏着这么大的猫腻。也是假的，是你们伪造的。许世强，你竟然联合外人一起陷害我！爸，徐导，是个白眼狼！我徐家养了你这么多年，你竟然敢利用空壳公司骗钱！今天开始就被开除了。哼，开除？不行！我在许家干了这么多年，凭什么说开除就开除？哼，来人，把这个混蛋给我赶出去！啊！你放开我！把这个混蛋给我赶出去！干什么？放开我！徐导，别信这个瘸子，这些都是假的，他们联合起来一起陷害我！放开我！许世强、季恒，你们给我等着！别以为就这么算了，总有机会，我会把属于我的全都拿回来！你这东西，整个许家，上到整个公司，下到一匹地砖都不是你，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痴心妄想？至于你们其他人嘛，都交给法务和律师来处理吧。怎么着？还等我给你们开会吗？爸，你怎么来了？这呀，都要感谢季恒啊。他跟我说，发现你季之年最近的行为有些反常，担心你一个人镇不住场，让我特意过来的。啊，对了，你的手怎么样？没受伤吧？没事儿，幸亏季恒来得及时。对了，爸，我没想到您信任的那几个老董事竟然也被季之年收买了。要不是季恒拿出证据，今天这10亿说不定真被他们转走了。是啊，啊，对了，季恒啊，季之年的布局你是怎么发现的？我有个朋友在生物科技圈做投资，他刚好跟我说过盛源集团，说季之年手下有个集团表面上做得很大，但其实是个空壳公司。我就仔细查了一下，没想到能帮到你们就好。可帮了我大忙了，今天要不是你啊，我就被季之年欺负死了。谢谢你啊，我的未婚夫。那个，你们年轻人好好聊啊，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哦，对了，青石啊，对吧？人家季恒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请人家吃顿饭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就是不知道季恒赏不赏脸。前世不顾性命义无反顾跳楼救我，这一世在背后默默帮我。季恒，你喜欢我，我也不会让你失望的。许氏集团大楼的夜景真是壮观啊！还记得3年前，你为了给季之年过生日，让人把整栋楼的灯重新装修，亮起来拼成了季之年的名字。
之年，你看，我让他们把大楼的灯光改成了你的名字，喜欢吗？招摇，你以为这样很浪漫是吗？你是不是故意想让京圈的人笑话我，说我季之年靠女人？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惊喜？能被你喜欢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事情。你以后少出现在我面前，那才叫惊喜。前世我居然为了这种渣男掏心掏肺，真是瞎了眼。当时京圈谁不知道，许大小姐对季之年是一片痴心。可不是嘛，那时候我觉得季之年又温柔又能干，还是京城的一把好手，以后嫁给他一定会很幸福。还想笑话我，明明眼里的醋味儿都快藏不住了。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啊，就是早点跟他订婚，等爸爸退休了，我们两个一起管理公司，多好啊！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啊，就是早点跟他订婚，等爸爸退休了。我就知道许世清根本就是在欲擒故纵，嘴上说的讨厌我们，背地里还惦记着跟季哥哥订婚。只要你还惦记着和季之年在一起，许氏的未来就一定能被我掌控。他心里竟然还记着跟季之年的梦想，那之前跟我提订婚，只是为了用我刺激季之年。那看来，今天我的出现是多余了，打扰了许小姐的梦想。既然如此，这饭也没必要吃了，我先走了。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谁以前没有眼瞎过？完了完了，真生气了，早知道不逗他了。靖哥哥，以前是我太傻了，被季之年的假样子给骗了。现在我早就清楚他是一个白眼狼了。我刚才就是逗你的，你怎么还当真了？那跟我订婚也是开玩笑。跟你订婚怎么会是开玩笑呢？之前在见家跟爷爷说愿意嫁给你，是真的，现在更喜欢你，也是真的。笨蛋，怎么会把这种事当玩笑？前世你为我跳下天台，这一世我主动走向你，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你要是不信的话，我可以证明。现在信了吗？未婚夫。行。再来。许世清这个贱人，竟然当众让我出丑！现在金圈的富二代都不带我玩了，这简直就是把我往绝路上逼！我更惨，设计稿被曝光，现在业内没人敢用我，许家还把我的卡给停了，以后还怎么在圈里混啊？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10亿资金没拿到，董事们也倒戈了，现在就连个许世清叫板的资本都没有了。难道我们真要给那贱人低头三位哥哥，你们别灰心啊，我有好东西给你们看。我当年最大的梦想啊，就是早点跟季之年订婚，
等我爸退休了，我们俩一起管理公司，多好啊！你们听到了吧？我今天跟踪许时清，正好听到他跟静恒说这话，我在包间外听得清清楚楚的。他还说，以前觉得季哥哥温柔能干，是最适合跟他接受启示的人。真的？千真万确，都是我亲耳听到的。季哥哥，他之前那么对你，都是因为他在乎你了，想要引起你的注意而已。如果他真的在意季哥，又怎么会和静恒一起对付我？那是装的，他知道静恒有势力，想利用静恒让静哥哥吃醋。他这么高傲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跟一个瘸子订婚呢？裴哥哥，他曝光设计稿的事情也是因为妒忌，他怕你的心里只有我，才故意毁了你的名声。他想让你没有别的出路，只能依靠他。季哥哥，你那天在酒吧被他打也是一个道理。你跟其他富二代一起调侃他，他怕你真的不把他放在眼里，才故意动手的。女人就是这样，越怕失去什么，就越要用极端的方法去刷存在感。你说的是真的？他是想让我们服软？当然是真的，我还能骗你们不成？他如果真的讨厌你，怎么会私底下跟静恒提跟你订婚的梦想呢？毕竟啊，她是许家大小姐，总不能让她主动来跟你们道歉吧？妈的，我就知道这女人没那么容易放下，原来是在跟我们玩这些欲擒故纵的把戏，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们低头。做梦！我看他就是想给我们下马威，好让我们在订婚宴上乖乖当他的未婚夫。简直是做梦！下周订婚宴，京圈所有的名流都会来。等订婚宴上，无论他选谁，我们都拒绝。我倒是要看看，在京圈所有名流面前，他许时清怎么下台。真是一群蠢货，三两句就被我哄得团团转。等你们拿捏许时清，我就能坐收渔翁之利，把许氏和京圈的人脉都攥在手里。哼，到时候我就是京圈最尊贵的人。欢迎各位来宾出席许小姐的订婚宴。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许时清小姐将选定自己终身的伴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许小姐最终的未婚夫是谁呢？肯定是季之年。听说在3个童养夫之间，许小姐最是中意他。我猜是裴丑，长得帅又潇洒不羁，现在的女孩都喜欢。许家也是家大业大，10年前就开始培养许小姐的未婚夫。听说谁要是娶了许小姐，许家的家产就过给谁。说是这么说，但哪个男人愿意做童养夫啊？这也太损男人尊严了，这跟入赘有什么分别？记住，一会儿不管他选谁，我们都拒绝。今日我们就让他知道，他许家大小姐离了我，就只有丢脸的份儿。等我看他怎么哭着求我们。许小姐，请说出你的选择吧，大家都期待你的答案呢。感谢大家见证我的订婚宴。今天，我要选择的未婚夫是晋恒。晋恒？莫不是那个晋家瘸了腿的太子爷？他不是在出了车祸之后就已经销声匿迹不见了吗？疯了吧？这里放着3个青年小伙，不选个瘸子？晋恒，哼，一个连路都走不了，需要被人伺候的残疾。许时清，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一个骄纵不堪的性格，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一个瘸子？你不过就是想利用他，来逼我们服软罢了。你难道忘记了以前是怎么围着我们转，变着法讨好的吗？现在说不选我，
一会儿回去了又哭着闹着求我们原谅你，说白了就是拿敬恒刺激我们罢了。原来他们3个并不是许家的童养夫啊，我还以为平日里是他们讨好着许小姐，想不到是许大小姐倒追求他们呀。这许大小姐也不行，自己养的童养夫都不喜欢她，说她骄纵，看来平日里相处也不好。许世清，告诉你，我们3个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你这种恶毒的女人。你们谁说我是在演戏？讨好？裴愁，你是指你偷我设计稿被我发现，在书房下跪求我网开一面的时候吗？还是说你们3个背着我，拿我的副卡养情妇，密谋挖空许氏家产的时候，真当我什么也不知情？你们3个吃我的用我的，不感激我也就算了，还密谋残害，简直连路边的一条野狗都不如。你胡说，那是你自愿给的，我们可没逼你。许世清，你别血口喷人了。你说这么多，无非是不甘心我们3个不爱你，想让我们低头。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反正你许家家产多的都花不完，我们来帮你花是你们的荣幸。今天说我们谋害你，证据呢？我看你就是想玩欲擒故纵。许世清，你骨子里就是这么下贱！给我住嘴！这是什么东西？敢跟我的女儿这么说话？真是瞎了眼了！养了你们这几个白眼狼，当初不应该收留你们，应该让你们冻死街头。原来他们3个是乞丐呀！你说这许家收留他们，他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呢？路上的男人不能随便捡啊！主家养他们长大，不懂得感恩就罢了，还说是主家的荣幸，简直比白眼狼还是祸害。许家遇到他们，简直倒了8辈子血霉。好了，今天是我女儿的订婚之喜，我也无意多说，但是我的女儿绝对不可能嫁给你们这群败类。她一个被宠坏的泼妇，敬恒一个瘸子，难道他会？我呢？我来了。等你很久了，我来推你吧。不，你站着别动，等我走向你。好啊，好，来，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啊！小心！原来这不是戏剧，许小姐的心事真的是敬恒先生，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喜这对佳人！怎么样，打脸了吧？人家压根就不选你们，你们还说人家演，没见过这么自以为是的人。他一定是故意的，一定是故意让我们丢脸，下不来台。这个贱人，等他出了这个门，看他怎么下跪求饶。他们说的那些混话，你别往心里去。我喜欢的人只有你。我不在意，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算全世界都骂我，也值得。就算是骗我，我也心甘情愿。前世他为我跳楼时，是不是也这样笃定？有他在，一切都值得。你今日倒显得没有那么腼腆了。今日订婚，总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们不熟吧？你看许小姐看靳先生的眼神，那叫一个软，看起来是动真格喽。虽说这靳总腿上有疾，不过许靳两家家世也还算匹配。哼，比起这3个家伙，什么都不是，一天天净想着软饭硬吃，
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呐！你再说一遍试试！你看什么看啊？啊！你敢做，还不让人说了？大小姐，小小，许时清，你是不是又欺负小小了？不是的，季哥哥，大小姐没有欺负我，我只是听说。大小姐，您不要怪季哥哥他们，我知道您不选他们都是因为我，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是我老是缠着他们。您要是有气，就打我骂我吧，千万不要对志年哥哥他们这样。白小姐，这又是演的哪出戏啊？骨肉记吗？季先生，你也别怪大小姐，大小姐只是一时生气，才故意选了您。其实，她心里还是在意三位哥哥的。只要静恒信了这话，定会觉得自己是个被利用的工具。到时候许时清无所依靠，一样乖乖受我们摆布。因为你区区一个用人之女，真是好大的脸面，竟以为本小姐会因为你而私定终生。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许时清，你说话不要太过分。小撒他到底哪里得罪你了？难道我未婚妻说错了吗？别说她今日选的不是你们，就算与你们有关，我也心甘情愿。这静恒难不成是疯了？都明着说他是备胎了也愿意。就算是个瘸子，好歹也是金圈太子爷，你们也太没骨气了。大小姐，我知道你一时有气，可这是您的终身大事，您不能草率呀。你是不是在怪我拿走了您的手链？可那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啊！您将它拿走，我毫无怨言。可我那时候只是想拿过来看看，缅怀一下我的妈妈。您当场将它摔碎，三位哥哥也是看不下去，才维护我的。是啊。原来如此，不就是个项链吗？这还是人家妈妈的遗物，说摔就摔的话，这也太不近人情了。是，这许大小姐也太霸道了，怪不得这一起长大的童养夫都不喜欢她。许时清，现在总该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喜欢你了吧？像你这样的恶毒的女人，白送我们都不要。你要是有小小一半心善，也不至于没有人敢要你。如今找静恒这个瘸子来当挡箭牌，还真是你的风格。你现在就让这个瘸子滚出去，然后给我们下跪认错。今日的事，我们就可以既往的就。静恒虽然不能走路，但是比你们三个站着的更像男人，还想让我给你们认错。你们也不好好想想，没了许家，你们日后怎么活下去？许时清，你真舍得让我们走？若我没记错的话，你们的卡已经刷爆了。上个月你们开完房后去赌场输了3000万，再加上即将之前欠的高利贷，有空在这里扮小丑，不如想想明天有没有人上门催债。至于你记性是真的差，要不要听听当初你是怎么说的？那破手链谁在乎？我妈留给我的又怎样？我就是故意去激怒许时清，知年哥他们一看他连我妈的遗物都会，只会更嫌他刁蛮。等把他挤走了，许家的别墅、股份，还有那些珠宝首饰，就都是我的了。连自己妈妈的遗物都拿出来做诱饵，这女孩子心也太黑了。刚才她还装得楚楚可怜的，感情全是在演戏呀。哭的那样还不忘挑拨离间，原来是装的。许大小姐也太惨了，这又是个会算计的白眼狼，一派胡言。许时清，这录音是假的，是 AI 合成的，对不对？你为了抹黑小小，用这种手段，你不觉得很卑劣吗？大家别被他误导了，这一定是许时清做的局。小小居然设计骗我！这录音你哪来的？监视我！你忘了，我许家角角落落都有监控。
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真能瞒天过海呀？你不准放，把录音给我！小小，看谁敢动！怎么样，你没事吧？没事。敢动他一下试试？一个瘸子，气场居然这么强！这三位少爷的脑袋是长在狗身上了吗？被人家白小小耍得团团转，还反帮着外人来欺负自己人，真是瞎了眼！放着许小姐这样的豪门千金不珍惜，偏偏信这心机重的庸人之语。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的话，还请你们离开我的订婚宴，别在这儿碍我的眼。拖出去！录音是假的，是许时清伪造的。金恒，你被他骗了，你被他骗了，你们都被骗了。从今天起，许时清就是我敬恒的未婚妻，谁敢动她一根头发，就是与我敬恒为敌，与整个敬家为敌。看来这回许家跟晋家是动真格了。这些阿猫阿狗所言，句句谎话，不可信。晋恒，你别被他给骗了。许时清是什么人，我们比你更清楚。难道你真不介意被他利用？我敬恒的未婚妻，轮不到他人来治。风大，进去吧。你的腿刚才是不是太用力了？用拐杖打白小小的时候，可半点看不出他腿有肌。晋恒，你这腿疾到底是真是假？没事，还撑得住。今天谢谢你。谢我什么？谢你相信我。刚才在所有人都快被他骗过去的时候，你没怀疑我。给你的谢礼，未婚夫。傻瓜，我怎么会不信你呢？白小小，你真敢设计骗我们！你是不是把我们当做任人摆布的傻子啊？知年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怕你们被许时清抢走，又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到底是怕我们被抢走，还是怕你自己捞不到许家的财产？小小，你真当我们三个是3岁小孩，这么好骗我？裴哥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就是太爱你们了，爱到失去理智，我见不得你们对许时清好。我的妈妈走得早，我只有你们了。志年哥，我求求你，这一次就原谅我吧。他年纪还小，或许真是一时糊涂吧。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以后安分，乖乖听话。等我们拿到了许家的财产，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好，我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的。行了，你先回屋吧，我们要在这里等许时清回来。等他回来，我们一定要让他下跪道歉。一群蠢货，事到如今还看不出许时清对你们毫无感情了吗？哼，不过这样也好，有你们给我当挡箭牌，待你们和许时清斗得两败俱伤之时，就是我坐收渔翁之利，将许家一切据我己有之日。
少爷，这是按现在宴会厅后巷截获的，2个偷拍的人已经扣住了。拍清楚了，那个瘸子是不是真的站不稳？我瞅着他在台上护着许世清的时候，倒像是有点力气，一时情急罢了，错不了。我跟着他一路从停车场到宴会厅门口，拄着拐杖都晃，下台阶时差点摔了，100分百是废了。行，把照片发过去，让厉家那边打回款。景恒成了这副样子，景家的根基就算是松了，咱们的机会。看来是厉家派来的眼线，这几年他们一直关注着您的腿，怀疑您是装的。这次宴会特意派人混进来核实。没想到他们倒是比我想的要谨慎啊！我瘸了3年，他们还是不放心。少爷，现在怎么处理？既然已经抓到眼线了，那就给我往深了审。我一定要知道厉家当年是怎么在我进家的防弹车上做手脚。是，我现在就去办。等这场戏落幕了，将腿上的束缚卸了，也该找个机会跟石青好好说说了。总不能一直让他以为自己的未婚夫真的是个需要保护的瘸子。总算舍得滚回来了，敢在宴会上落我面子，今晚不把他腿打折，难消我心头之恨。走，让他知道谁才是许家的主人。许清，你给我跪下，为你今天做的蠢事道歉。你找死！这么晚才回来，又跟静和那个瘸子鬼混去了。贱人和残废倒真是天生一对。不过演戏演全套，你被瘸子搂着的时候，不会觉得很膈应吗？徐世清，今天只要你下跪喊100遍我错了，那我们就大发慈悲，给你重新选择一次。说完了吗？拿下。你干什么？放开我！徐明清，你他妈疯了！还对我们动手！放开我们！你他妈找死！等老子出去，我定会让你生不如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资格对晋恒评头论足？没有许家，你们连路边一条摇尾乞怜的狗都不如。我的手！徐世清，你够了！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仗着许家在外为非作歹，欠债不还，在内对我出言不逊，密谋残害。你说我想干什么？当然是要你们死啊！你想杀了我？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就算我恨不得将你们挫骨扬灰，但也不会蠢到让自己背上神命，连累许家和晋恒，把他们扒光了拖出去，身上属于许家的东西，一样也不留。住手！许世清！开我！住手！这是意大利手中秘制的。许世清，你赔我！许世清，你这样赶我们走！许世清，你疯了吗？我们可是名扬大学的高材生，没了我们，你许氏集团怎么开得下去？你的意思是，我员工数万、资产破100亿的许氏集团，离了你们3个靠许家供养读书的白眼狼？
就开不下去了。你放开我！你们算什么东西呀？还真把自己当挑大梁的了。许时清，你敢侮辱我们！脱得干净点儿，身上除了内裤一件也不许是。你放开我！你个臭流氓！你放开我！拖出去！你放开我！许时清，你会后悔的！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许时清，你给我等着！我们可是高材生，想要我们公司的人多的是。今天你对我们做的事，来日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的。好啊，我等着。我倒想看看这一世你们还有没有本事再杀我一次。还想想？这许时清真是疯了，竟然这么狠心！知言哥哥他们已经被赶走了，下一个肯定就会是我，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收拾好了。大小姐，我错了，我知道我没有脸再留在许家了，我这就走。我让你走了吗？大小姐，我真的知道错了，都是纪之年他们逼我的。他们说，要是我帮着一起对付你，就把许氏一半的财产给我。我是一时糊涂啊，大小姐，求你，看在我母亲也为许家做过工的份上，就放我一条生路吧。说这些做什么啊？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我小的时候你妈妈还抱过我，我怎么会像对他们一样对你呀？我的意思是，你东西忘了。你今天的演技可比摔手链的时候好太多了。以后有机会啊，去当个演员，说不定能火。还不走啊？是想我让保镖来请你走？好吃吧？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小小，是不是带着钱出来的？正好我们没路费呢。迟年哥、季江哥、裴哥哥，你们怎么在这？还不都是那个许时清那个贱人把我们给赶出来了。他以为扒了我们的衣服就能耀武扬威，不出3个月我们就能东山再起。到时候我定让这个贱人跪在脚上裹铁鞋。就是，那个贱人跟瞎了眼似的，放着我们3个不要，非得选一个坐轮椅的瘸子。早晚有一天，他会哭着求着咱们复合。都这副德行了，还在这吹牛。以前靠着许家当少爷，现在被赶出来，连裤子都没有，还好意思说东山再起？我知道哥哥们受了委屈，我这里有些东西，你们先拿去卖了，是我的积蓄，能维持阵子生活。就这点儿，你打饭要饭呢？你包里肯定还有好东西。
那是我的！还你火！我要走。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就相当于给咱们的投资，等哥们儿以后发达了，这就是你的原始股，到时候给你买豪车，给你买豪宅，天天让你在家数钱玩。数你个头！一群抢女人东西的窝囊废，要不是还得利用你们夺许家家产，我早就走了。我当然信得过哥哥们了，但是现在已经半夜了，这巷子里也怪瘆人的，我们要不先找个地方去落脚吧？一群蠢货，等你们拖垮许世清，我拿到许家家产，第一个把你们扔去喂狗。大小姐，你不是说白小小和那几位少爷一肚子坏水，你还给他钱，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张妈，他们在许家待了10几年，公司的秘密知道的不少，要是把他们逼到绝路，狗急了还会跳墙。万一他们把许家的秘密说出去，问题就大了。现在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以为离开了许家还能够风生水起，自然没有心思琢磨怎么报复。这金条和钻戒价值数百万，倘若他们因此爬起来，您这不是养虎为患吗？爬起来？他们几个在赌场欠了3000万的赌债，之前一直拿许氏的钱填窟窿，现在没人管了。你猜那些债主会怎么对付他们？让人最痛的从来不是一次性的碾碎，而是让他们在希望中绝望，反复循环碾碎，让他们的心智彻底崩溃。大小姐，您最近变化挺大的，之前您总想着怎么讨好那几位少爷，现在只是看清了一些事情，不想再被他们当傻子耍。张妈，明天你把我爸叫来，我要跟他聊聊公司上的事儿，让他把公司里所有被季之年他们3个接触过的项目全面翻盘，绝对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会害到许氏的机会。是。少爷，厉家派的眼线全招了，这是他们的签字供词，还有当年改装车的零件物证，也都核对过了。忍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收了。通知下去，按原计划对力士的新能源项目动手，断绝他们的所有资金链，一点机会都不留。是，我现在就去办。需要告知许小姐那边一声吗？厉家的事解决了，也该找个机会跟世清坦白腿伤的事了。你先出去吧。爸，昨天我已经把季之年他们3个家伙全都赶出门了。好。在忙吗？不忙，刚把家里的垃圾清理干净。怎么了？你明天有空吗？我有事想跟你说。好，明天见，我的未婚夫。怎么，约了金恒那小子？那还等什么明天啊？现在就过去。爸，您这也太着急了吧？这还没结婚呢，天快黑了，贸然上门不太好。哎呀，没结婚怕什么呀？啊，金恒那小子呀，我看好他，无论是人品啊、家世，那都比那3个混蛋强100倍啊！再说了，你们呢，
迟早要结婚的嘛。那早去晚去，都一样。就是，这个呀，是我托老中医特制的按摩油，哎，这效果好得很呐。你过去帮金恒那小子好好的按摩按摩腿，要是他的腿能够好利索了，你们往后的生活才能更顺心呢。按摩油也好，借着按摩的机会好好试试，这3年到底是真伤还是故意装瘸。哎，对了，爸，公司的事儿您一定要尽快处理，所有跟季之年他们3个有关的项目都要仔细核查，不能让他们有任何的可乘之机。爸爸做事你放心，而且我已经在圈子里面打好招呼了，谁要是敢帮他们，那就是跟我许家为敌。活该！以前他们背靠许家作威作福，现在也该让他们尝尝求人无门的滋味。对对对，哎呀，好了，不听你几个阿杂货了，晦气。这时间也不早了，赶快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谁？建恒哥哥，是我。等你，建恒哥，我进来啦。晚上好，建恒哥哥，我没有打扰你吧？没有，我刚洗完澡，你怎么来了？我们不是约好了明天见吗？我爸非让我来找你，说让我们多相处相处，培养一下感情。培养感情？是啊，还说让我看看你的腿。说起来，你这腿走不了路，建恒哥，你是怎么自己洗澡的呀？我不对，我慌什么？不是都决定好跟他坦白了吗？今天说和明天说有什么区别？世情，其实我知道了，建恒哥，你是腿疾又不是手疾，生活自理没问题的。其实我……对了，建恒哥，我爸让我给你带了这个老中医特制的按摩油，说是能帮你治疗腿疾，还说睡前按摩效果好，非要催我帮你按按呢。你要帮我按摩？你要是我现在坦白，岂不是享受不了清新亲自按摩这么好的待遇了？反正迟早都要告诉他，不如先……这么紧张？你要是不敢试，就说明你的腿是装的。建恒哥，要按吗？按。这么迫不及待，难道真是有腿疾？说起来，这3年你的腿都没有好转吗？再等等，按摩完就坦白。看来建恒哥是真瘸了，或许前世他跳楼救我的时候腿疾刚好，我却是一直这样怀疑他装瘸，太不应该了。感觉怎么样？没什么感觉，可能这双腿已经习惯了这样。要不我以后经常来给你按摩吧。建恒哥，你放心，不管以后你能不能站起来，我都会嫁给你，一直对你好的。其实我……建恒哥，你不用多说，
我都懂，我不会嫌弃你的，你也不许妄自菲薄。在我心里，你比别的男人都要好。现在该怎么解释？还是等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坦白。青青，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坦白。什么事啊？靳总，厉家那边狗急跳墙，和我们的人干起来了，您快来公司看看吧。我知道了。青青，公司突然有点急事，我先……没事儿，你去吧，公司的事要紧，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再吃。看来只能等再找机会坦白了，希望他不要怪我。让静恒滚出来！让静恒滚出来！兄弟们，让静恒滚出来！静恒，静恒滚出来！滚出来！静恒滚出来！滚出来！静恒，让静恒给我滚出来！一个瘸子占着总裁的位置，害得我们厉氏集团损失过亿，有种动我们的项目，没种出来！听说厉氏集团的新能源项目被金总断了资金链，这不狗急跳墙了？厉家也太嚣张了。哟，这不是靳大少爷吗？怎么腿还没好啊？也是，残废就是残废了，再装也成不了正常人。谁说我的腿没好？谁说我的腿没好？哎，金总，他的腿是好的，金总的腿根本没残废。他的腿残废？你不是？怎么，我没瘸，你们很失望？这3年前我刹车故障，10年前我父母车祸，厉家的手段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糟。你没有证据？证据？把这些人全部押往警局，还有那些幕后主使，我的律师会亲自将证据送到警方的手上。静恒，厉家是不会放过你的。正好，我也不打算放过厉家。他的腿是好的，庆恒他一直在装瘸。一个瘸子而已，迟早把他从石青身边赶跑。等我们夺回许家，第一个就让那瘸子好看。许时清看上的男人，居然不是瘸子，他凭什么这么好命？不行，这件事情不能让禁制人他们知道，得让他们一直闹下去，这样我才有机会回到许家。这群垃圾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们找他们合作，竟然还敢拒绝！你那边怎么样了？王总有回复吗？不怎么样。王培生那个老东西，以前看我跟看亲爹似的，现在居然敢拉黑我。喂，张哥，是我，赔仇，帮个忙呗。裴少爷，许家都把你们赶出来了，就别再打来烦我了。跟你扯上关系，我怕许家把我那点生意都给端了。操！这群势利眼！现在怎么办？赌场那边已经开始催了啊！我们要是拿不出钱，就要断我们一只手。要不先拿创业资金顶上去，先解决眼前危机。东西呢？
拿去还高利贷了。你这个混蛋，这可是我们的命！我也没想到那些老板一个都不跟我们合作。你不能动我们的东西，都是你，要不是你当初偷了许时清的设计稿，他不至于对我们这样。怪我，当初是谁在酒吧说许时清坏话，还被他打了一顿。要我说，都怪你。够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要怪就怪许时清那个贱人，要不是他想出这种限价的办法，怎么能断我们的路？我现在就去找许时清，找他要钱。你找他，他就能给你？他现在巴不得我们过得惨。那怎么办啊？志年哥、七哥哥、裴哥哥，你们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滚开！都怪你个贱人啊！要不是你整天撺掇我们去找许时清，我们怎么可能趁势被当众羞辱？都是你，你早就知道是不是啊？你就是故意看我们笑话。我没有，季哥哥，我真的不知道，是许时清，他水性杨花，他一早就跟那个晋江勾搭上了。季哥哥，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以为许时清他还喜欢你们，谁知道他就是个水性杨花的人。你们几个欠我们3000多万赌债，躲着不还，在这打女人呢，真你妈没种！今儿个再不还钱，借你们一条胳膊当利息，真你妈没种！大哥，再宽限2天时间，我们马上就能拿到钱了。宽限？上个月好像也这么说的。大小子！我们把他抵押给你，趁你在涨的标志，先用他抵一阵子。不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就这货色，顶多值个几十万，这不够我们塞牙缝的啊！哥，你才宽限我们1周，就1周，我们知道许家保险柜的密码，到时候偷到手了，翻倍给你都成。行，就1周，1周之后再见着还钱，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那这个货我就先带走了。志年哥，救救我！你们3个混蛋，你们还不知道吧？季恒他根本就没有权，你们有没有？你们一辈子都比不上他。许时清看不上你们这些废物。什么？他没权？你们3个人渣，一辈子比不过晋恒，许时清绝对不会看上你们。妈的，这个瘸子竟然骗了我们这么久！许时清这个装货，竟然被他耍得团团转。这是机会，拆穿晋恒装瘸，让许时清知道自己被骗了，他说不定会回来找我们。的确是个机会，但是我们呀，可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待许时清了。必要的时候，咱们得给他跪下道歉。我们下跪还求他？他也配？以前都是他求着我们。哎，今时不同往日了，跪下道歉那又算得了什么？只要他肯回头，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
我打听过了，许知青明天就会回到许家老宅取东西，到时候我们就在许家老宅门口堵他，当着这个贱人的面揭穿这个金河。行，只要能拆穿金河，以他的性子，说不定会赌气选我们。等回到了许家，还怕还不上赌债。行，到时候如果金恒敢拦，就给他点颜色看看。再走吧。许世情，你给我站住！我还没找你们清算，你们还敢出现？又想干什么？干什么？让你看看你男人的真面目。晋恒他根本就没缺，他一直在骗你。他为了博取你的信任，夺取许家的财产。许世江，看见没？你口口声声说我们三个不好，现在你总该知道你的未婚夫的真实面目了吧？现在你可以重新做个选择，选我们三个。青青，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我今天就让你这骗子现原形！放开我！放开！你什么时候好的？车祸后3个月就好了。庄全是因为查到车祸，他不是意外。厉家的事情跟我父母的事故也有关，我怕他们再对你动手，所以才一直瞒着你。那你打算瞒我多久？我本来打算找到证据后就告诉你的，可后来跟你在一起后，越来越怕你生气，就一直没有机会开口。青青，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了。青青，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了。装的还挺像，我居然一点都没发现。你不生气啊？我生什么气呀？不过呢，你以后有事不许再瞒着我，我们要一起面对。世清，我们知道错了，你就放我们走吧。啊，你对我们之前有什么不满的地方，我们可以给你跪下道歉。放过你们？季之年，你们3个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们过往种种，是觉得我放过你们就可以相安无事了吗？恶人有恶报，我不想再让你们害人。证据我已经移交给警方了。把他们3个带走，我不想看到他们，交给警局。世清，你还记得吗？17岁那年，你为了给我过生日，跑了3个街区给我买冰淇淋蛋糕。你以前那么喜欢我，你怎么现在都忘了？石强，你小时候在花园里迷路，是我帮着你去找血书，我给你跪下，你就饶了我们这一次，我们再也不找你麻烦，再也不赌了。石清，这不是我的错，都是白小脚，他说能靠你回到许家，赌债也是他先欠的。石清，我们都是被他给骗了，放过我们吧！啊，以后我们肯定离你远远的。带走。不是，石清，以前眼瞎，现在治好了。倒是比我想的要冷静。以前的事儿早就该翻篇了，他们选的路，就该他们自己走。好了，别被他们影响了心情。要不我们去前院的花园坐坐，我让张婶给我们洗了你爱吃的奶油草莓。好啊，正好晒晒太阳，走吧。签了，这辈子就在这赌场打工抵债了。再等几天，我哥他们会来救我的。救你？他们已经被通缉了，他们就要坐牢了。这个债，你有一辈子来抵。尝尝比上次在超市买的甜。
甜。青青，其实在我装瘸的时候，我最